一栋外表平平无奇的民宅，住在里面的人却接连死亡，甚至有人发狂乱刀砍死别人。这栋宅子究竟有多邪乎？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2022年台湾惊悚恐怖片《民雄鬼屋》。寂静的深夜，一个男人拿着枪在家疑神疑鬼，脑子里总有个女生喊他何少爷。他睁着惊恐的双眼，却看不到是谁在说话，稀里糊涂走出家门，在院墙外对着空气放枪，骂骂咧咧大喊走开。然而刚说完，手脚就不听使唤，竟然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。男人死后，他的妻子找到一位算命大师，大师说你男人不是自杀，而是被一个女鬼害死的，那名女鬼还在附近徘徊，你的孩子以后也会遭难，尤其是大儿子命中犯水，以后尽量避免去有水的地方，不然只能活到14岁。民雄这地方溺水死亡的人不在少数，现在河里就漂浮着一具具死尸，大师说的不算假话。时间转眼过去了30年，女孩小琪和她的阿志学长在游泳馆约会。阿志看小琪脖子上挂着坠子，说你怎么带着游泳呢？晒出晒痕会显丑。小琪把坠子拿下来放在旁边，让阿志再帮她纠正游泳姿势。这时坠子悄无声息掉进了下水道，两个人心猿意马都没发觉。小琪没了护身玉坠，下水后果然遭遇怪事，一只无头女尸竟在水底拖拽小琪。这场景把阿志看懵了，但当救援队下来救人，无头女尸又无故消失。小琪没看到什么女尸，以为是自己小腿抽筋差点溺水，这下两人不可能游泳了，只能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小琪和外婆住在一起，这时外婆正在家里烧香拜神，不仅拜神对象不对劲，神像的摆放位置还在桌子下面，这种偷偷摸摸搞祭拜的，不出意外和邪教沾了边。看到小琪回来，外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说小琪不检点，居然让男生送她回家，还催小琪赶紧出门扫墓。小琪往床上一躺，生起了闷气。他母亲何胜兴出面劝解，1年1次去墓地祭拜外公，不要闹小孩子脾气。去墓地的路上，小琪给阿志发消息，让对方晚一点来接自己。消息刚发出去，小琪就崴了一脚。外婆指责小琪乱走会犯煞，小琪却说犯煞的其实是外婆。可是在外公墓地面前，小琪的身体就不听使唤了，趁着外婆不注意，独自往林子深处走。那边的阿志正跟自己的伯伯验尸，他们家族拥有阴阳眼体质，能看到传闻中的鬼。游泳馆的无头女尸其实是鬼，因为死后心中怨气没能解开，成了这一带的地缚灵。伯伯身为驱邪大师，让阿志放平心态，能帮助别人就帮一把，还将开了光的手链赠给阿志。阿志瞬间想到小琪，他应该是被地缚灵纠缠了。此刻的小琪摸到一罐骨灰盒，只看了一眼就中了邪，莫名其妙晕在了林子里。外婆与何胜兴发现小琪不见了，急匆匆到处找人。别人劝外婆先报警或者回家看看，也许有意外收获。小琪确实回到了家里，拿着把杀猪刀，带着白色美瞳，砸断前往3楼的门锁，又把3楼一间贴了符咒的门砸开。进入房间后，他从床底搬出骨灰盒，骨灰盒下放着一张女人的照片。小琪没管照片，而是将骨灰盒直接摔烂。等外婆与何胜兴坐警车回家，天已经黑了，还下起了瓢泼大雨。两个警察看到目的地的民宅居然是传说中的鬼屋，吓得不敢大声说话，赶紧开车溜走。何胜兴到家着急忙慌地找小琪，外婆却直冲3楼，发现里面布置的阵法被破坏了，慌忙打电话联系当初布阵的阿财师，谁知电话打不通，家里还断电了，只能冒雨撑伞出门，连夜把阿财师喊来。何胜兴没能制止母亲，去女儿房间找人时，发觉衣柜里有动静，上去查看却没有异状，反倒是他看不见的身后有个人影跑了出去。何胜兴只听到脚步声，以为女儿跑去了3楼，于是去3楼看情况。3楼那么多房间，他却直奔最里面一间房，房里的家具全被蒙上了布，地上还有碎裂的骨灰盒，但装的不是骨灰，只是一些碎布和一把梳子。忽然一颗珠子滚进了地毯，何胜兴扭头去看，没看到作乱的人，一面蒙灰的镜面上用血写着一行字：仆人帮我梳头。他俯身辨认时，自己的头发凭空被梳子梳起来。何胜兴吓得着实够呛，可怪事儿没有就此停止。挂在衣架上的衣服转身对着他，这间房的房门莫名关紧了，
他无助敲打门板时，头顶还滴下了血珠。何胜兴连忙躲进衣柜，不过他没看到恐怖的鬼怪，出现的是来接小琪的阿志。阿志听到3楼的尖叫声，跑上来帮忙，正好和何胜兴撞上了。他不认识何胜兴，也没听小琪提过他的母亲，一开始的表情很诧异，但此时没时间给他细想。墙上的镜子忽然碎裂，何胜兴的脑海里闪回几个小时后的片段。他还没搞明白原因，阿志就发现镜框里传出小琪的哭声。镜框后面不是一堵墙，阿志直接穿身而过，进入与民宅布置类似的建筑。何胜兴也跟着爬了进去，两人顺着哭声往楼下看，便见小琪跳进了院子的水井里，水井中伸出2条胳膊，试图把何胜兴也拉进去。好在阿志和他伯伯学过驱邪咒语，危急时刻救了何胜兴。他们意识到小琪根本不是小琪，而是这一带的地缚灵。阿志四处观察，看到墙上的日历，发现这个空间的时间线是1977年，差不多是20多年前。他觉得大事不妙，得赶快离开。何胜兴却被地缚灵的声音吸引，一路跑上3楼最里面的房间。小琪坐在房里弹钢琴，见到何胜兴时，愤怒地拿刀要捅自己脖子。不过在阿志的视角，小琪只是个洋娃娃，房间的镜子也没有回到现实的通道。这时楼下传来外婆的说话声，外婆叫来几个工人封掉院里的水井，还引阿才师与他的助手上楼。同时现实中的阿才师也赶到了，见到被毁去的阵法，阿才师断定是照片上的女人回来了，在照片上画了符咒，让外婆拿天尊令牌对着照片猛打，如此一来就能驱赶恶鬼。照片中的女人名叫何德兴，其实是外婆的女儿，何胜兴的妹妹。小时候姐妹俩会互相梳头，扮演仆人与主子，对应了镜子上的仆人帮我梳头那一句血字。何德兴小时候早恋，瞒着母亲偷偷去外面见心上人，这让呆板的何胜兴嫉妒，把妹妹心上人送的项链偷走拆掉。外婆不喜欢何德兴这位女儿，对她态度冷淡，非打即骂。外婆还有个儿子，就是被算命大师断定只能活到14岁的男孩。有一次何胜兴的鞋掉水里了，身为哥哥的男孩去捡鞋子，一不小心溺水身亡。何胜兴不想被老妈责骂，谎称哥哥捡的是妹妹的鞋，一切都是何德兴的锅。外婆从此对小女儿恨之入骨。在家人与环境的影响下，何德兴渐渐转了性子，不再是开朗的女娃了。姐姐何胜兴找机会和她道歉，表示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她都会陪在何德兴身边。可惜妹妹成长中途出了问题，不仅脸上长出黑斑，还总是对着空气大吼大叫，看起来精神极度不正常。外婆觉得何德兴中邪了，找来阿才师帮忙驱邪。阿才师与其助理绑走何德兴时，他恐慌地向姐姐求救，哪知姐姐视若无睹，抱着孩子转头关上了门。何德兴那时候被丈夫抛弃，自己处于人生低谷，心烦意乱，对妹妹也就不怎么关心。妹妹总说身上有虫，检查后什么都没发现，何胜兴便认为妹妹胡言乱语，精神不稳定，这个病他救不了，不如让母亲和阿才师想办法。何胜兴在镜中看到了这段往事，正当他悲痛伤心时，1977年这个空间忽然震动，原来是外婆正拿天尊令牌打妹妹的照片，阿才师在旁边念念有词，这招很快奏效了。被何德兴鬼魂附身的小琪终于现身，如同蜘蛛在地面爬行，外婆害怕的疯狂砸照片，再加上阿才师的咒语加成，最终何德兴被驱逐出小琪的身体。1977时宫的房间随即崩塌，在崩塌的最后一秒，阿志从镜子里撞回了现实。没有防备的何胜兴永远留在了另一个空间。不过何德兴的怨魂没有就此消散，在阿志安顿好小琪时，凭空出现一具无头女尸，她的穿着与何德兴死前相同，恶狠狠掐住外婆的脖子。原来无头女尸就是何德兴。面对实体化的恶鬼，阿才师丝毫没有反抗能力。何德兴附身了外婆，抄起杀猪刀走向慌忙跑路的阿才师，随即一刀刀将阿才师剁成肉块。小琪和阿志亲眼目睹了惨案，但两人都没能逃走。阿志被外婆用刀架在脖子上走去院子，还以外婆性命威胁，要阿志拆除水井的封印。拆了还不算，阿志还得爬入井底，将里面的一个包裹取出来。包裹里装的不是什么宝贝，而是一颗腐烂成白骨的人头。这颗头其实是何德兴的。当年何德兴被阿才师绑走驱邪，受不了选择自杀。
阿采诗告诉外婆，你这3女儿的生辰八字特殊，和当年跳河自杀的女鬼死的时间相同，那女鬼谋害了你丈夫，现在你3女儿估计也是个邪祟，要保佑何家一辈子平静，只能将何德兴尸首分离，尸体烧成灰埋入竹林，头颅封印在他死的地方，也就是何家老宅院子里的那口水井当中，碎衣服、头发以及梳子、装罐压在床底，而且还得至亲看守。外婆信了邪，亲手砍了何德兴，封了井。现在何德兴通过阿志拿回头颅，第一件事就是让母亲给自己道歉，于是操控外婆身体，对着她的头颅疯狂磕头。小琪和阿志看得不忍心，这样磕下去，外婆早晚会头骨碎裂死亡，小琪就真的无亲无故了。幸好阿志没忘记他伯伯的话，地缚灵一般是心中怨念没能解开的鬼魂所化，要是完成何德兴的心愿，他就能解脱了。何德兴的心愿很古怪，要求把他和姐姐何胜兴埋在一起。何胜兴现在在哪儿呢？他在1977年空间坍塌时没被乱石砸死，而是掉进了一个周围漆黑，只有中间有一束光的地方。妹妹何德兴从黑暗中走出来，斥责姐姐当年没有救他。当年何德兴被阿采诗与他助理绑定，带回他们的住所进行所谓的驱邪，其实是打着驱邪的幌子行淫秽勾当。何德兴被家人抛弃，成了2人发泄欲望的机器。因为这段经历，何德兴彻底没有活下去的念头，他穿上姐姐圣心的衣服，在寂静的深夜跳河自杀了。何圣兴得知这段往事，哭成了泪人，要妹妹别伤害小琪。岂料何德兴最在意的人，只有他这位与自己相伴长大的姐姐而已，而这位姐姐也早就死了。不论去上坟的路上，还是外婆报警找小琪，在外人眼中全都没有何胜兴参与。阿志看到的何胜兴，仅仅是他阴阳眼看到鬼。在妹妹的提醒下，何胜兴终于想起来自己死了。当年妹妹跳河自杀，他认为是母亲逼死了妹妹。2人在院子里争吵，何胜兴后退时不小心踩到了一滩湿泥，跟着也摔进了井里，成了何家宅子中的地缚灵。如果没有外婆后续操作，何胜兴也算履行了当初的约定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会陪在妹妹身边。第2天，警方得知何家惨案，上门抓走了外婆。阿志与小琪要完成何德兴的心愿，于是请阿志伯伯给德兴圣心做法超度，让他俩一路好走。之后2人去监狱探望了外婆，外婆此刻已经神志不清，把阿志认成死去的儿子，说起了丈夫何少爷与丫鬟私通的往事。这段往事揭开了何少爷死亡的真相。何少爷自杀前不是真疯，他听到有女生喊他也不是假的，而是真有一个女鬼缠着他，还操控他的手对自己开枪。这只女鬼正是那名丫鬟。丫鬟不仅杀了何少爷，落井的何胜兴，跳井自杀的何德兴，以及溺水的哥哥何以明，都是丫鬟在背后操控的。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，丫鬟为什么会跳河自杀呢？影片没有直接拍出来，在最后用几幅画说明了经过。3孩子的父亲何少爷在外婆怀孕还带娃期间，与家里的丫鬟眉来眼去，他俩私通的事情被外婆知晓，于是找人逼丫鬟投井。丫鬟险中逃走，躲在林子里躲避追杀。完事后回去找何少爷，那只丫鬟付出了真心，何少爷只是玩玩，继续和外婆和和美美过日子。丫鬟看着他们温馨相处的场景，受不了自己被骗身，于是跳河自杀，化身厉鬼。多年来纠缠何家，要让何家断子绝孙，不得安宁。现在何家只剩个小琪了，阿志担心他将来会遭遇什么不测，2人去找了开头那位算命大师。大师劝小琪搬出何家老宅，那宅子不干净，还说你妈和你舅犯水关，但你却是犯火关，以后除了在家里生火做饭，其他地方要避免用火。接着就出现火烧尽头的场景，难道导演还想拍续集吗？不过民雄鬼屋的故事到此结束了。台湾最近似乎很喜欢这种披着恐怖皮的家庭伦理片，在叙事时错乱时间线，设置悬念，给观众反转再反转的感觉。真正的核心故事却很简单，从头看到尾，感人的地方很少，倒是跳下情节总能出其不意，让恐怖片爱好者体验一把什么是中式恐惧。而且里面的怨灵鬼怪都不是幻觉哦，想看鬼片的宝子们不妨去看原片，情节安排还是相当出彩的。最后宝子们别忘记给个3连支持一下。